每天超过10万人穿越这条连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大桥，无论是工作、学习还是旅游，这是一条连接生活、梦想和经济的跨境生命线。但是，对于一些依靠跨境包车谋生的人来说，这里的每一次往返却是一次提心吊胆的挑战。为什么跨境包车服务一直争议不断？司机们为何不能合法提供服务？在柔佛州新山，无数司机靠提供跨境包车服务谋生。这些服务以精准便捷著称，乘客无需换乘，直接从家门送到目的地。一个听起来简单又便利的模式，却蕴含着无数争议。对这些司机来说，它关系到的不只是收入，更是几个家庭的生计。柔佛迪士都兰区议员曾家恩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，完全禁止跨境包车服务，不只是切断了司机的生计，还可能让公共交通的运力更加吃紧。这是一个需要平衡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的问题。据统计，柔佛州目前大约有150位跨境包车业者自发组成了南马私造车协会，他们希望通过组织化为自己争取话语权，同时展现这个行业背后的规范努力。听起来似乎合法化能解决问题，但事情真的会这么简单吗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另一方面，新加坡的路交局却在加大执法力度。他们认为非法跨境包车服务扰乱了现有的交通秩序。从今年7月开始，新加坡已经查获了超过40位司机，其中不少车辆可能面临最高3000新币的罚款，更严重的甚至会被充公。司机口中的透明规则究竟该如何设计？合法化就能解决他们的困境吗？许多司机担心的是，跨境包车合法化后，监管成本暴涨，收费门槛提高，真正的受益者可能只有大型经营企业。司机们有期待，但也充满矛盾心情。另一方面，新加坡执法机构又不轻易松口，这中间的拉锯还会继续吗？让我们接着探讨。对于跨境包车合法化的问题，马来西亚方面已经开始行动。柔佛州的跨境包车业者不再孤立，而是联合成立了南马私造车协会，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，希望新马双方可以合作，为司机合法化铺路。协会提出的建议包括，司机必须取得公共交通执照，定期进行车辆年检，购买乘客意外险，以及通过严格的健康检查。这些措施表面上看是为了规范行业发展，也是为了保护乘客权益。然而，新加坡方面似乎不太买单，他们发布声明表示，目前并无计划允许私造车提供跨境服务。路交局更希望现有的跨境德士运营加速发展，解决跨境出行需求。目前，两国之间存在合法跨境德士服务计划，其中已有约200辆德士获得许可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许多跨境德士配额未被充分利用。这是否意味着乘客仍然更倾向选择私造车呢？面对这些提议，两国政府究竟会如何协调利益？不妨设想一下，如果跨境包车合法化，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从表面上看，这似乎是双赢的选择。乘客享受点对点服务，从家门到目的地，中间无需换乘，节省大量通勤时间。行业合法化后，司机的收入可以纳入税收体系，为两国政府创造新增税收。安全性，通过定期车检、司机保险与健康检查，乘客的权益也能得到保障。但事情真的有这么乐观吗？反对的声音同样刺耳。新加坡德士司机是否会受到竞争冲击，影响他们的收入？政策漏洞是否可能导致非法接单行为更加泛滥？监管难度和跨境执法的成本是否会大幅增加？让私造车合法化的好处和风险都摆在眼前。跨境包车服务的合法化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议题，它背后隐藏的是两国如何透过交通政策合作，建立透明、高效、平衡的信任关系。这是一个复杂的博弈，涉及司机、乘客、政府乃至国际协作的多方利益。唯有共同制定可执行及可监管的标准，才能让跨境交通服务实现真正的共赢，否则只会让问题拖延，形成更大的矛盾。接下来，你觉得跨境包车合法化是否会实现呢？如果是，你认为哪一方面会最先改进？安全性、便利性，还是政府收入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，与更多人探讨这个热点话题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
请点赞这个视频，分享给有兴趣的朋友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